大家好，我活了99岁，在这个漫长的足以把任何一个普通人熬成化石的年纪里，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看过无数的傻瓜，做过无数不可思议的蠢事。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喜欢问我一些听起来宏大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问题，比如芒格先生，您怎么看明年的宏观经济走势？或者芒格先生，现在的加密货币是不是未来的黄金？听听多么愚蠢的问题！只有傻瓜才试图预测宏观经济，或者是更傻的傻瓜在听另一个傻瓜预测宏观经济。你们连自己下个月的房租账单都还没付清，却在操心美联储的利率决议，这简直是疯狂，是典型的脑子进了水。对于屏幕前的你，绝大多数每天在这个残酷世界里挣扎的普通年轻人，你面临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如何让资产翻100倍，也不是下一个风口在哪里。你面临的真正问题，那个让你夜不能寐、痛苦迷茫的问题，其实只有一个：我现在一无所有，背负着生活的重担，工资刚够买几张像样的比萨饼，我到底该怎么从这个泥潭里爬出来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总是说那句狠话，但这是最真实、最诚恳的说法，也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总结出的铁律，赚到你人生中的第一个10万美元，或者说你的第一笔50万人民币，是你这辈子最难做到的事。这简直就是一场该死的酷刑。在这个阶段，无论你一天工作20个小时，还是吃咸菜馒头，就算是走路去上班，你也必须尽快度过这一关。这第一道门槛真的很难，难到让人绝望，难到让你想放弃，但你必须克服这个难关。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这第一桶金？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本质上是一个物理学难题。你想想看，火箭发射的时候，80%的燃料全都在起飞的那几分钟阶段用完了。难道火箭工程师是白痴吗？当然不是，那是因为火箭在地面附近必须跟地球强大的引力抗争，它面对着最稠密的大气层，面对着最大的空气阻力，它必须用尽全力，甚至是以一种近乎解体的姿态才能冲破大气层。大多数人的人生也是这样，你现在就是那枚躺在发射台上的火箭，当你一无所有时，你就处在最强的引力区。你的房租，你的水电账单，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家庭琐事，突如其来的疾病，还有你那该死的想要买最新款手机的虚荣心，这些东西就像是无数双无形的大手，把你死死地按在泥坑里。你每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那点钱，还没来得及在口袋里捂热，就被这些引力瞬间吸干了。你就像在跑步机上狂奔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觉得自己感动了上苍。可如果你停下来看看周围，你其实还在原地打转。在这个阶段，别去听那些所谓金融专家的胡扯，他们会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看着你的眼睛说：哦，年轻人，你要利用复利的力量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那是对有钱人说的，那是对巴菲特说的，不是对你说的。你口袋里只有5000块钱，就算你是股市大神，一年翻倍也就赚5000块，能干什么？在大城市里连个厕所的一角都买不起，这点钱改变不了你的命运。复利在你的本金微不足道的时候，连个屁都不是。但请注意这个单，一旦你咬紧牙关，就像个苦行僧一样，攒够了你的第一个10万或者50万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你就像那枚终于冲破大气层的火箭，突然间重力消失了，空气阻力不见了。到了这一步，
即使你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，只需要一点点燃料，就能飞得又快又远。到了这一步，钱开始为你工作了。这10万块钱放在银行或者低风险的投资里，一年产生的利息可能就够你付几个月的房租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你终于不用为了生存去听那个愚蠢老板的每一个指令了。你有了说不的权利。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出现，你能够马上掏钱上车，而不是眼巴巴地看着它溜走。今天咱们别聊那些华尔街的空话，什么一夜暴富，那都是扯淡。咱们就来说说怎么让你那破火箭在燃料耗尽之前冲出逃逸速度。这条路不好走，路上全是荆棘。当别人在吃喝玩乐的时候，你得忍着；当别人在换新手机、买新车的时候，你得忍着。如果你想从社会底层爬上去，想把你的身份从一个出卖时间的劳动力变成一个拥有资产的资本家，你必须承受这个痛苦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4个实话，只要你做到，我不能保证你会成为亿万富翁，但我保证你能存下这笔救命钱，摆脱这该死的贫穷引力。第一条实话，在这个充满骗子的世界里，只有靠谱能让你卖出高价。好，先从第一步说起。你现在手头空空，没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做靠山，也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启动资金，你有什么能拿来跟别人换钱？很多人会跳出来说，芒格先生，我有力气，我能熬夜，我能吃苦。这种想法太天真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愚蠢。如果你有力气，你就去搬砖；如果你能熬夜，你就去送外卖或者通宵加班。没错，这些能让你不挨饿，但光靠出卖体力和时间，你永远翻不了身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人有力气了，太多人愿意熬夜了。这是一场向下的竞争，你不干，有1万个人抢着干，甚至愿意干得比你更便宜。你想赚得比别人多，你想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获得超额回报，你必须卖点稍微贵一点的东西。这个东西不花钱，人人都有，但在这个世界上极度稀缺，没人愿意白送。这个东西叫靠谱，或者用更学术一点的心理学词汇，这叫做康德式公平倾向在商业中的应用。说的简单点，就是做一个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人。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，看看你身边的人，不管是给你装修房子的工人，还是你办公室里的同事，甚至是你的老板，仔细想想，真正靠谱的有几个？即使在最顶尖的机构里，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混乱的、拖延的，充满了各种借口。我们定好了周3来修水管，结果周5也没人影。我答应今天下午交报告，结果一直拖到晚上，交上来的东西全是错别字。他说的天花乱坠，真正干活的时候漏洞百出。现实世界就是这样，乱七八糟，充满欺骗，充满了熵增。这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，对吧？错，这对你来说是巨大的机会。这就是你弯道超车的唯一路径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身边的竞争对手都是一群不可靠的混蛋时，你只需要稍微靠谱一点点，你就是天才。如果你能做到绝对靠谱，那你就是神。无论你在哪里上班，是在便利店收银，还是在大公司的格子间里做实习生，你只要盯着这一点，你答应的事，不管多累多晚，哪怕不睡觉也得按时完成。你处理的事情，无论谁来查，都找不出毛病。你要做到让别人不需要跟在你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，无论在哪儿，只要事情经你手，就顺顺利利的，没麻烦。听起来是不是挺傻的，像头老黄牛？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做聪明人，
想走捷径，想摸鱼，觉得努力工作很轻松，那是傻瓜才干的事，完全错了。在赚钱的世界里，可靠才是最大的聪明。我年轻时当律师，我不是最聪明的，我也不是法律条文背得最熟的，但我绝对是我的客户和合伙人最信任的那一个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把案子交给查理，他们就可以回家睡大觉了。因为查理绝不会搞砸，查理绝不会忘记截止日期，查理绝不会撒谎。就这一件事，我赢了。因为老板也是人，也是那种会犯错、怕麻烦的哺乳动物。当他发现把活交给你是省心省力、零风险的事，你说会怎么样？所有好事都会落到你头上。重要的客户，他不敢交给那些狡猾的小鬼，只能给你升职加薪的机会。他想留你做他的定心丸，肯定会先想到你。这就是所谓的信任溢价。伯克希尔、哈撒韦公司能赚这么多钱，不是因为我们算术好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秘密算法，而是因为几十年来，我们建立了一种让别人愿意把身家性命交给我们的信誉。当你一无所有时，这份让人安心的信誉就是你唯一的原始资本，它比黄金还宝贵。黄金花出去就没了，但信誉只要你不去破坏它，它会产生滚雪球效应。客户会信任你，老板会信任你，合伙人会信任你，这时候机会自然会找上门。别再抱怨没人赏识你了，先照照镜子问问自己，我是个让人放心的人，还是需要被盯着干活的人？如果你经常迟到，常常爽约，总找借口，那在老板眼里你就是个麻烦，迟早会被清理掉。如果你守信用，事事有回应，老板眼里你就是个宝，不管给你多少钱，你都得攒着。这是我第一个避免废话的建议，把最无聊的事做得比别人好，比谁都让人放心。存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第二条实话，不要做万金油，要做那根刺穿木板的钉子。一旦你靠着不辜负任何人赚到了第一笔钱，或者升了职，这还是不够稳。这最多保证你有饭吃，想吃肉，想快点攒够那第一桶金，你还得学会如何把你的时间卖出天价。这就说到了第二招，极度专业化。很多年轻人有个毛病，思维非常混乱，全是浆糊。今天看别人做视频赚钱，就想学剪辑；明天看别人炒股赚钱，就想考会计证；后天又觉得做电商火，想去卖货。如果你问他，他会说，我觉得自己挺能干的，是个多面手，但我得泼你一盆冷水。在商业世界里，万金油是最廉价的商品。你知道很多东西，但每样都只懂60分，恭喜你，你是完全可替代的。随便找个大学生，甚至找个人工智能，都能把你替换掉。那你凭什么跟老板谈加薪？又凭什么让客户觉得你不可替代？你想赚大钱，想用高价卖你的时间，你得反过来做。你得成为一个苦行僧，把自己关在一个又小又暗的房间里，找一个非常小、非常窄的领域，然后像打深井一样，拼命地往钻多深呢？钻到这个世界上没几个人比你更懂为止。你要在这个小小的领域里成为国王。让我给你举个最底层的例子，假设你是个开卡车的司机，普通司机的思维模式是，我就是踩油门，把货送到，然后拿工资，这叫劳动力，这值不了几个钱。但如果你是一个想赚钱的聪明人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应该研究关于卡车运输的一切细节，从洛杉矶到纽约，哪条路最省油？不是地图上最短的那条，而是坡度最小、红绿灯最少的那条。哪家加油站的油品质量最好，能保护引擎？
如何装货能多塞进10%的货物而不违规？卡车的哪个零件最容易在长途奔袭中坏掉？如何在它坏掉之前听到异常的声音？当你把这些超级无聊、超级枯燥的事情都研究透了，你就不再是一个司机了，你是一个运输物流专家。这时候，你可以走到车队老板面前说：“听着，我能帮你把车队的运营成本降低20%，我只要其中一半的节省作为奖金。”老板有选择吗？他没有，他不敢让你走啊，因为你走了，他的成本就会上升。这就是我想教你的道理。只有当你不可替代的时候，你才有权利定价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，觉得这工作无聊，那工作没劲，总想着做点光鲜亮丽的大事。但我告诉你，钱往往藏在那些枯燥、麻烦、琐碎、别人不愿意干的事里。别以为你什么都懂，就专注于那一件小事。就算是做电子表格，如果你能比别人更快、更懂红命令，更会用数据透视表把公司的烂账理得清清楚楚，那你就是公司的大神。专注是穷人手里最锋利的武器，你只有这一把刀，别把它磨钝了，也别把它浪费在切西瓜这种无关紧要的爱好上，把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。当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钉子，无论木板多硬，你都能把它钉进去。这个时候，你的收入不仅仅是增长，而是成倍增加。第三条实话，像个反人性的变态一样存钱，否则你就是奴隶。好了，你工作靠谱，又成了专家，终于涨工资了，或者攒了好几万块，最危险的时刻来了。绝大多数人在这一步都会彻底失败，他们明明已经爬到半山腰了，结果却一脚踩空，掉进泥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存钱，或者说他们控制不住自己那颗躁动的心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羡慕别人？看同事买了新手机，你也想换一个；看朋友圈有人发旅游的照片，你也想去玩。路过那家著名的连锁咖啡店，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杯几十块的咖啡。你会安慰自己说，我自己这么努力，享受一下又有什么不对？赚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抱着这种想法，那你这辈子想发财就别想了。这种行为叫做过早泄洪。你好不容易建了个大坝，攒了一点本金，结果你一开闸，水全跑了。水一干，你的发电机就没法带负载运转，只能重新开始攒钱。你连第一桶金都没攒够，就别谈什么生活质量。那说法很刺耳，但我得说，你得换个脑子，别把钱当纸随便花，要把每一分钱当成你的士兵。你口袋里的100块钱不只是100块，如果你花了吃喝了，就相当于派出这100个士兵去打仗，结果全军覆没。但如果你留下存起来，就算只是放银行里赚利息，每一分钱都会日夜帮你去抓更多的钱回来。这才是种子的思维。就像农民种地一样，即使饿到眼冒金星，他们也绝不会去吃明年的种子，因为种子被吃了，明年就会饿死。你现在喝的这杯咖啡要30块钱，算上复利，如果你存起来投资，30年后这可能就是300块，甚至3000块。你喝的不是咖啡，是在毁掉你的未来财富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，哪怕我有钱，我也住的是一间非常破旧的房子，开着辆破旧的车，别人笑我小气，不懂生活，我一点也不在意。我看他们像看傻子一样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自食其果，是在坑自己人，而我是在准备打仗，我在积蓄力量，这是一种精神修炼。你应该像苦行僧一样生活，
把它当作一场游戏，看看我能把生活成本压低到多低，看看我能把储蓄率提高到多高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嫉妒，这是人类最愚蠢的罪恶。因为别的罪恶，比如贪食或者是色欲，至少你还能得到一点快感，但嫉妒没有任何快感，只有痛苦。别去嫉妒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人。当你看到账户上的数字从几千变到几万，从几万变到几十万，那种看着水库水位一点点上涨的激动，远比买个包或者吃顿饭爽10000倍。因为你知道，这不仅仅是数字，这是你的自由价值。水位越高，你越自由。老板骂你，你能淡定；经济不好，你能无惧。只有你牢牢守住这道关口，即使天王老子来了也没事，1分钱都别浪费。你的火箭现在才真正加满了油。第4条实话，像鳄鱼一样捕猎。在那之前，这就是一场发呆比赛，下一步就是最后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手里有一笔钱，有几十万兵力，你该怎么打这场仗？是冲上去猛砍一通，还是先等等？这决定了你是成为百万富翁，还是重新回到一无所有。我们已经攒够了启动资金，大坝也修好了，省下的钱现在面临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当一个穷人手里突然拿着这大笔钱时，你怎么才能让他帮你实现阶层跃升？大多数人在这里就栽了，都是因为手痒。当你终于咬紧牙关攒够了那笔钱，有时候你最大的敌人不是贫穷，而是冲动。你会觉得自己有资本了，是不是该炒股买基金，还是去投点创业项目？你等不及让钱生钱了，1秒都不想等。如果你现在乱动，之前受的苦就全白费了。巴菲特和我能赚钱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停买，也不是整天忙着卖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赚钱的方式是静静地坐着，一动不动。这叫鳄鱼战术。你看那鳄鱼躺在水里，就像一块腐木，一动不动，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它可不是靠抓小鱼小虾吃的。别去抓小虾，因为那点肉根本填不满牙缝，而且还白费力气，得不偿失。他就这样躺着，可能躺了半年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只又胖又大的斑马完全没意识到危险，径直走到他嘴边喝水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鳄鱼动了一下，咬了下去，死死咬住不放，直到猎物被拖进水里。你的第一桶金就是鳄鱼的牙齿。在那种荒谬的大好机会出现之前，你得躺平装死。什么才算超级大机会？就是那种傻子才看不出来的机会。这叫做甜蜜的好球，就像打棒球一样。如果投手投过来的球很难打，你不一定要挥棒。在投资的世界里，没有裁判会因为你不挥棒而判你出局。你可以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直到有一个球慢吞吞的直直地飞向你最擅长的那个击球点。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满地都是便宜又好的公司股票，但没人敢买，大家都吓傻了。再比如像好事多或者某些伟大的科技公司，因为一些暂时的坏消息，股价跌到谷底，但你知道他们的生意其实好得不得了。这种机会几年甚至10几年才会遇到一次，在它没来之前，你只需要利用空闲时间多看点书，多看看财报，把你的脑子磨亮一点。一旦机会来了，别犹豫，别只买一点点，你得拿出这些年攒下的第一桶金，狠狠下手。这就是我说的重仓。普通人分散投资是为了活下去，因为他们不懂，所以要分散风险。但如果你想超越阶层，彻底翻盘，就得抓住自己最有把握的机会，敢于下狠手。但这很难，
因为等待特别无聊。你会看到别人在牛市里快速赚钱，各种花里胡哨的诱惑也会出现，你会手痒，觉得不做点什么就亏了。其实什么都不做总比做傻事强，你得有耐心，忍受无聊，忍受孤独，因为你不是在发呆，而是在埋伏。你得明白，你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守住这桶金，不是去赌场玩几把而已。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抓住命运为你打开的那扇门。如果你没有这笔第一桶金，即使机会来了，也只能无奈地看着。所以记住，存钱要像苦行僧一样焦虑，投资要像鳄鱼一样耐心，这就是这个行业的规矩总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讲完这4条规则了。第一，通过不让事情崩盘，通过绝对的靠谱赚点小钱。第二，通过专注于琐碎细节，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钉子，赚大钱。第三，像3个守财奴一样，死死攥着资本，把每一分钱当成士兵。第四，像条死鳄鱼一样，耐心等待那个千载难逢的好球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没劲？是不是苦逼又累人？是的，如果有人跟你说赚钱很轻松、很开心、很快乐，那他绝对是在想办法骗你的钱。为什么要受这种折磨？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欲望？为什么要活得像个苦行僧？因为你不是在存钱，你是在救赎自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还得为了吃饭而无条件服从别人，那你就是个奴隶。你的时间、尊严、自由通通属于别人。但这第一桶金是你的赎身费，是你的解脱。当你跨过那道坎，当你挑战重力成功，你会发现空气都变得更甜了。你不再需要为几块钱忍受一个傻老板，也不用因为担心丢工作而睡不着觉。你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，交自己想交的朋友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那才是真正的财富。那种我不在乎了，我有能力随时离开的自信，比任何奢侈品都珍贵。我知道这很难，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山大，诱惑也多，但正因为难，这才是机会。大多数人受不了这份煎熬，半途就跑去享乐了，所以他们一辈子都被困在泥沼里。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你就已经赢过了90%的人。别再抱怨了，就算你现在口袋里只有10块钱，也别气馁，把这10块钱当成你的第一位战士，穿上你那件旧衬衫，去好好干活，去挣那该死的第一桶金，攒起来给我看。等你做到那一天，你会感激今天的自己。这个对你说话这么直、这么难听的老头，祝你好运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你有那种坚定不移的决心。每隔500年，只有少数人能明白的道理。生活本身就是一连串的痛苦和教训，除非你学会了反向思考，否则你永远无法摆脱平庸的引力。